正式录制开始前，需要2位领取一下隐藏任务，请翻开桌面上的任务卡。不领取是不是就不用做？不要领。要不要领？要不要领？领吧。录制期间，你们要在不被增导发现的情况下，完成3种不同姿势的比心。就是哎，这样，那这样行不行？然后还有一个这样，还有一个这样。增导把我们当傻子呢。因为他在专心答题或者 react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没问题，行。哎，如果你们没有完成动作或者被增导猜中任务内容，也要接受惩罚。什么惩罚呀？我想知道一下。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打配合？一点默契都没有，再来个。先哪个嘛？先从左往右呗。快了。对，先这个。我天哪，完了！提醒一下，隐藏任务会在今天的第5个名场面观看完之后进行结算，你们需要在这之前完成哦。要做完呐。哦，行，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录制啦。欢迎主语剧组的朋友们做客沙发多话。先跟我们沙发多话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语的导演张庆杰。欢迎曾导。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在主语中饰演的是谢峥。欢迎谢峥。大家好，我是演员田曦薇，也是樊常玉。欢迎常玉，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在这里也要恭喜竹玉，腾讯站的热度破3万了。今天邀请大家来到沙发多话，除了要跟我们一起直通大结局以外，也需要各位多多分享幕后故事哦。好。不过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沙发鹅给曾导准备了一个任务挑战。哇，什么任务啊？林鹤和小田会在录制过程中共同完成隐藏任务，而您的挑战是猜测出他们俩的任务是什么。我给您放个海，好不好？他们俩的任务是需要共同完成的哦。如果您猜中的话，他们就要接受惩罚喽。哦。刚导演调整了一下姿势，他想面向我们，把我们的行为看得更清楚一点。导演的小心思被发现喽。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看谢峥和常玉是如何相遇的吧。导演别看了，耳机在这儿。哎呀，我要戴上耳机才对，有声音。白常玉，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片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傻子！你常玉天崩开局，马上给我滚回去，要不然他们要你一只手。我先杀了你，再下去给我爹娘赔罪。姑娘，按大音律，户无难听，乌龟尽亲，兄死弟继，弟死兄继，你就是衙门见官。这宅子也得这4个人，一看就前期没啥战斗力的，后期挺厉害的。是啊，被你训练出来了。常玉的兵在哪里？在这里。你入赘我家，行吗？我不要钱，我就要你。说你答应，给我做。当时拍这个猪的时候，小猪挺有自己想法的，它很可爱。它是吃饱了，它就不吃了。爹娘死了，就留下来这个宅子。所以是这儿你把我当成把那个猪当成我了吗？你自己说的啊。我真是个顺风耳，他说这么小声我都能在2楼听见。这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整一部戏。对，把它当成药。这是我的秘密房间。我现在就需要一碗。猪肝汤。你们吃下水吗？其实
吃啊，肥肠啊，吃啊，吃啊，你不吃吗？问一下，我又不知道你那个当时吃的时候是真的喜欢吃，还是吃完以后就……那你趁热喝。我们特别爱吃，导演，真的是吧？我们都特别爱吃。入赘的事情，我答应。咋啦？我们爱吃周下水。你若留下，我杀猪人。2026最新表白方式，我杀猪养你。初始名场面看完了，我想问问谢征，你醒来后对常玉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初印象应该是这个女生还挺实诚，能把我就是一个陌生人从雪中给捡回来，也不问我是谁，然后一直盯着我跟她的妹妹。我觉得他的词有修饰。没有，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我的真心话。力气很大，能把我一个人扛回来，我的妈呀！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短短几天就愿意主动提出帮常玉守住房子呢？其实跟常玉帮我聊了一段时间的伤，然后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常玉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另外，他的那种跟别人的不一样，谢征从没有感觉这么温暖过，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其实被常玉的那种温暖给暖到了，他的心也慢慢的融化了嘛。小田最开始被常玉打动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她身为一个女孩子，她有非常强大的韧性和责任感，她能够在非常艰辛的情况下，一直专心的做自己的事情，为自己撑起了一片天地，也为樊长宁撑起了他健康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网友们都说卓玉这么好看，曾导、林赫、小田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曾导，最开始这个盘子是怎么组起来的呢？这个盘子是怎么组起来的？这个盘子是老板煮起来的。那林赫和小田的加入对咱们剧集的呈现有什么加持吗？我反而觉得，就是当他们就加入到这个戏里面的时候呢，他的气质跟我们一开始想设定的那个气质是有一定的出入的。他们就是男帅女美，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然后就他们一加入进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漫画感。漫画感。所以我们也是根据他们来去重新调整了一点点我们的整个剧的一个走向。对，没人理我。那在这之前，曾导有看过粉丝给他们剪的视频吗？拉郎配那些吗？是的，其实是看过一点的。那有加持吗？我觉得就是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服我，就是小田是怎么能成为一个杀猪女的。直到我后面我发现她真的能背着林赫跑的时候，我觉得，哎，情有可原了，是吧？就是因为一般人的印象都是说长这么漂亮一定不会就有什么有力气什么的，她打破了我一点点这样的偏见的，其实。不过她力气真的很大，她能够把我给背起来哦，那真不一样。听起来小天是不是很开心？我们这么一讲，没有啊，救命！救命！救命！那合作前后对林赫和小田的印象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就我们整个剧组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任何一个演员加入进来的时候，都会就根据演员自己的一些特点来去调整他的角色。所以我很多演员老师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相处过程当中，先会去问一下，哎，喜欢吃什么呀？反正就是都了解多一点他的整一个演戏的习惯啊，各方面的，然后再看看我们角色跟他之间最好有一个可以双向奔赴的过程，再去调整一点点。反正我自己在看片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是我很容易能带入他两个人的身份。那王小猴特别凶啊，然后樊长玉特别萌。救命！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图，有个兔，有个狼，是的，是的，放在一块儿，那公堂那个，对，是，我就觉得啊，这网友好懂啊，我是这感觉哈。刚刚你们两个捣蛋鬼在一边干什么？我们没有捣蛋啊。那是导演，我们怎么敢在导演面前对，我们哪里捣造蛋了？次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谢峥和常玉的双 A 时刻吧。这个刚才是不是错了？这个错了。切大号了，先生。半切大号，不能算全切大号。我杀人了。哎呀，小妮娘。走了好，走了我就该收拾你这帮废物了。哎呀，你的枪来了。怎么样？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要送走宁宁，才能回来救你。哎呀，可靠。撑住！贵宾马上就来了，撑住！你看我的武器进化了呀，杀猪刀绑了一根棍子。常玉会的是长柄刀法。什么都会的。哎呀，好厉害！谢峥让常玉带着常宁抓紧离开，但内心是否期待他会回来呢？我本人会觉得肯定会是有一丝期待，我希望你说能有一点犹豫的，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你留下，我是真心希望你赶紧走吧。然后我转头就走了。就是他会想让你走，但是你真走了，我会有点失落，复杂的情感。常玉看到谢峥舍身救妹妹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呀？我就觉得哇，好可靠，就是这个男人没白养，没白养，就是我感觉说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有道理，对，因为妹妹对常玉来说很重要。那谢峥和常玉对彼此的感觉，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呢？我的视角上面，其实他们两个人是潜移默化的，然后是细水长流。细水长流，对他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两个人真的什么爱情。哎，导演，你设定的点在哪儿？细水长流的都是，还真是，那跟我们的观感是一样。是。那有某个点让你们在拍摄或者追剧的时候被戳到吗？我最近在看剧的时候，
非常戳我的一个点是，常玉跟谢真在碑前拜谢真的那个那个墓，我觉得那场戏最戳我的点是常玉对谢真说，虽然说外头的人这么去说谢真的不好，但是我坚信郭安侯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不会做那些坏事。谢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从小没有受到关怀，爸爸妈妈都死了，然后周围的人又很欺压他，长大之后又是在战场上，最后还被人给暗算了，这样的一个人。还典型的美强惨的设定。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的设定，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婚后爱。两个人是一开始就已经是进入到彼此的世界当中，他们就是都知道对方不是坏人，所以呢两个人就这么相处下来了。反而是两个人的所有包袱掉完以后，清清楚楚了彼此之间的身世以后，才第二次选择要不要真正的跟对方在一起。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真爱。前面其实更加多的是很普通的两个普通人，情愫，都觉得对方不坏，就在一起了的这一种。所以郑源来了，挡也挡不住。对，就是对特别的人的一种情愫嘛。到后边就是分不开了。戏外两位也是第一次搭档嘛，那在表演上逐渐有默契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默契的事儿，其实我们俩平常拍戏的时候，就我们俩平常拍戏，就是一场戏可能提出来的点，对方是否也跟自己有同感。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90%吧，对，能够同频，对，没有什么很产生分歧的时候。是，而且我们其实就算有一点可能自己不同的想法，也能够达成一个打败对方也能，对，也能达成一个共识吧。反正演起来还是挺顺的，无论是什么戏。观众们都说曾导在竹峪给每个人都留下了人生镜头。那我们曾导在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操作会让你们觉得天哪，还能这么拍？我说实话，我在现场拍的时候，我只知道曾导能把我拍得很帅，然后我就不用担心画面什么东西。但是我之后看了成片之后，我真的发现，我的妈呀，这个构图真的很厉害。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是我还是得说，这个构图真的很厉害。哎，是有后期去修饰吗？真的？哎，还是你自己，你是玩什么游戏之类的吗？有啊，我们有讨论很多游戏，你还给我买游戏机了。对，我们要共同爱好。是因为我觉得游戏画面是非常精美的，因为它的视效传达，游戏其实是所有的很顶级的。对，所以你会不会对自己有帮助啊？打游戏的话呢？啊，那确实挺有帮助的，是吗？对。你知道我的致激灵是怎么来的吗？不是。你猜猜看，肯定是游戏里面的。对呀，对啊，就是导演喜欢游戏啊。导演在监视器后面有什么反应，会让你们觉得这条稳了？我在片场里面挺冷漠的，我感觉。对啊。就是还行，就还行过吧，就过吧。他们听起来。我在片场里面挺冷漠的，我感觉。对啊。过吧，他们听起来不会特别开心的，估计。他们听起来不会特别开心的。对，就是如果说也还行吧，过吧。然后他们就这还行，我已经演得那么努力了，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吧。但我其实有的时候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就觉得在片场嘛，就不能表露出来，然后就觉得好像都见过世面的那种。但是早就导演早就被我们两个折服打败了，对不对？对。嘴角会翘起75度是吧？不是，导演是这样的。哼，这样就是不错的意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曾导在中卷也能拍出名场面，所以曾导要不要教教大家如何在普通的地方也能出片，给我们传授一点技巧呀？我觉得其实不是我拍的好看，是本身好看哦。所以还是卡建模，原来这才是重点。还说自己不会，导演能拍出那些细节，他会不会？但你们也是我选的嘛，所以我也会。在西故乡经历了这么多事，接下来看看两个人感情升温后的故事吧。
然后这是那个刺客。你干嘛？做戏就要做拳头。我们也不让大叔大娘在外面等夜。我在上面，你休息会吧。你好。哦，翻面儿，翻面儿，烙饼。你们演这场戏的时候，你们放松吗？其实当时放松。导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是很松弛演出来的，就两个人很熟了，就还是说，其实你们表面上好像很轻松，实际两个人贼紧张那种。这场戏的时候，感觉挺轻松，挺熟的了。对啊，我们已经拍到后期了。因为两个人的肢体状态就是其实是躺着的，嗯，人一躺，有支点，人一躺就很放松。现在想吃吗？对，当时其实想做这场戏，就是想做很舒服的环境，其实就是很舒服，是，本来很亲密，但两个人又趴在上面的，就聊一些很无聊的事情那种。对，就是一个很温馨又有情愫的一个场合。然后他们经纪人就来了。哎呀，我网上看的最多的是这个弹幕。你们觉得这个时候两人的感情浓度分别到了多少呢？我感觉哈，就是导演刚刚说的一点是很对的，就是前期在西物巷的时候，你说他们俩有爱到什么程度吗？也并不说是爱到轰轰烈烈不可自拔的程度，但是两个人也是非常的钟情于对方，因为两个人都是有点，就是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一个常玉是可能他的生活本来这么苦，没有谈过恋爱，他可能在试探这些情感的东西。谢真也一样，谢真是他以前不敢触碰，但这时候他是慢慢的在接受这个东西，两个人都在往那个临界点去试探，所以说会产生这场比较暧昧又很干净的戏。就是从谢征的眼光来看，他可能无论是在以前的那个相府里面过活，还是他在军营里面啊那些成长的时候，估计都不会特别的轻松。对啊，但来到了镇上面的时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舒服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一直问是不是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程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是，就会安静下来，像度假一样。没错。那小田觉得呢？浓度到达了，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两个人有一定的生活的基础，又彼此很信任对方，然后在这种空间下，我觉得产生情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就是要这种模糊不定的感觉啊，才最抓人。哦，你很懂我们哦。我们在花絮里看到是林鹤提出小田趴在自己身上的，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动作的呢？导演跟我们说，就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两个人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状态去演这场戏，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很传统的演成了一场吻戏。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肢体放松下来，所以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姿势。这就是最放松的状态。对啊，就没有什么支撑的压力在你身上。看来现场的创作氛围非常好呀。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我会给出一些情境，你们要选出最符合此刻谢征和常玉内心想法的表情。好呀。对，两位先快速看一下都有什么表情包。我这表情包说这么累。来，第一个，陈皮糖初吻被魏家刺客打断时，两个人的心情分别是是的，我们观众的心情也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哈。好。来，小田，3、2、1，展示。啥呀？你从
是混蛋。第二个，宋燕对常玉说：“我愿意纳你为妾。”两个人的心情分别是 Stop。常玉心想：我又做什么事让你开心了？想跑门儿都没有。常玉拉着谢征给武安侯上香时，两个人的心情分别是。两个人此时应该各怀心事吧？我的心情是这个，什么呀？这个呀，哦，你礼貌吗？是吗？莫名其妙的意思是吧？又开心又莫名其妙。怎么会开心呢？他在他心中，武安侯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哦，对啊，他告诉你他是很好的人的时候，对，下一个，常玉在谢征面前掉落避火图时 ，VS 谢征突然发现天降避火图时，我觉得你们得一起亮出来。好，来吧。来， 3，你找好了吧？常玉的内心很复杂呀。3、2、1，陪笑。我要烟牌，还没有问题。下一个，谢征亲常玉时被扇了一巴掌，两个人的心情分别是。新常玉是被扇了一巴掌，就是那要个分别的时候是吧？对，哇，你们挺厉害的，还记得那么多剧情。我觉得这个很炸。一起亮好不好？鹅也准备了一个，看看谁的更好。等会儿，我找不到，我找不到你的形容。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忙忙碌碌寻宝藏。你先找，你先找。你自己做一个表情也可以。来吧，来吧。来，3、2、1。我懂你。是的，是的，震撼美味。你纯粹是混蛋。谢征眼中的自己 VS 常玉眼中的谢征。常玉眼里的谢征。来，没关系，又活了一天。我以为你说的是这个。谢征，你眼里的自己是这个呀？对啊，就萌萌的，可爱又强壮的。强壮的兔子。好，下一题，常玉眼中的自己 VS 谢征眼中的常玉。谢征眼中的常玉。不错不错，两位选的都很符合呀。各位玩得开心，我们看的也很满足。但甜蜜之后就要小斗一下喽，看看即将开始异地恋时，两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吧。哦，不就这场戏吗？你走了，真很美味的一场戏。总得有个说法。震撼美味。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真的走了，你是想嫁人呢，还是继续找雪？反正不是冷脸皮去倔的。你嘴那么多，还是先担心自己能不能娶媳妇。我的事不用你担心，就算娶也不会娶你这样的。两个人都是嘴硬，起码得找个温柔贤惠、会持家的。是啊，反正我本来也是喜欢斯文、读书多、爱笑的。你看我干哈？我先走了。这是你的舒适区，人家说，我的舒适区。你的演戏舒适区，强之爱。导演对我有误解，我是喜欢演文弱书生的人。不，都说你是强制爱赛道最严厉的父亲呢。不，你们对我都有误解，我适合演文弱书生。就演我们常玉喜欢的样子是吧？
情感纽带扯下来了。凭什么？你想走就走，想亲就亲。这光真不错啊。我就想起那个摄影师一会儿又跟我说，怎么的调色调成这个样子？这个吗？这颜色不是很好看吗？可能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很好看，你看这光影，这个就是最有那个一冷一暖的那个，是你躺在冷的地方。有人说红色这一半是代表了常玉，你可以有多种解读，这就是他构图的巧妙之处在。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看了的一吻一巴掌名场面，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问。面对离别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都选择了口是心非的伤害彼此，而且两个人生气的点还不太一样？感觉我们这种就是这场戏里边，常玉跟谢征这种吵架的点，大家都能共情，因为很多的吵架都这样，对，吵架都这样，两个人会就嘴硬。是反正就是对方说到话有些刺耳了，但是也不明说对方怎么样，也不明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就都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是啊，是。可是观众们都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我们俩年纪也到了。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曾导的那个想法会更多一点。要把包袱扔给我。之前林鹤说过，曾导很会拍强制爱嘛，正好这段也是剧中强制感最浓的一段。导演在拍摄时是怎么给你们导戏的呢？林克，亲上去啊，亲上去啊，就是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就这样的。真的，他很会去拍那些我们俩那种情感的拉扯，也不能说强制爱吧，其实就是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两个人又很爱对方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们经常在拍摄时会现挂吗？那有没有哪一场戏和导演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我们应该每一场戏都有在这种细节上打磨。对，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就说确实是拍第一场吻戏，但不是这一场，是后边的那个有个纱窗，然后还把那个东西摁破的那个，还记得吗？那时候导演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火的一个什么翻面啊，是不是？还记得吧？我当时也是说，哎，不如先试一下吧。结果他们就来了，我说哦，不用调，好开心，就不用我怎么努力。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会啊？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很熟了，就是不用重新培养感情，可能就。剧中还有很多非常唯美的吻戏，两位觉得最戳自己的是哪一场呢？最戳自己的，陈皮糖巴掌吻、勾魂、窗户，真的是各种吻哎。我喜欢陈皮糖吻，我也喜欢。是为什么呢？可能当时那个环境激发起少男少女内心的悸动，那种在狭小空间里感情弥漫的更加浓烈，还被人打断了。对，因为你看巴掌吻、勾魂吻或者是窗户纸吻，他们都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环境里面去产生这样的他们当下的情感纠葛。但是只有陈皮糖吻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就是单纯的没有那么多感情拉扯的，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被对方所吸引的，就是想吻他是我唯一的目的。老吃家呀，老吃家。曾导觉得呢，最喜欢自己设计的哪一场吻戏？其实我也挺喜欢陈皮糖吻。那我们钟玉 CP 的吻戏在指导时有什么特点？还是干脆就直接放手交给他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不管的，理论上来说，只是会可能就是要拍的好看一些，需要找点角度，对，就会听清会告诉他们转过去那边一点，但是呢，他们的嘴又亲在一起，让他转过去，那可能就有点难度，他们就要配合一下，就不能停。其实我们拍吻戏的时候是很多人说，清场安静什么拍，其实我们不是的。我们拍吻戏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监视器面前打断他们的，其实是。
你拍过谁还要清场啊？拍吻戏？因为你们会嘛，就是说你们是会的 ，OK， 很多人会就啊，这么多人其实会有人会尴尬，会有点尴尬。接下来我们快一起来看大家期待已久的掉马时刻吧。哦，对了，你是到兵第几营，跟的哪位将领啊？左卫军第3营。这个戏是，但凡不是2个人都心虚，早就戳破了。是啊，你也心虚，他也心虚。对，主要是太明显了，他在军营里的身份。给要了。连长，我不能让你有事。这小碎步倒的，这也太好笑了，家人们！你夫婿他能同意？他被我迷晕了。我的妈呀！你怎可如此莽撞？你知不知道他对军人大战有多重要？他连个武长都不是。哎，这是日系调的色吗？没有拍的时候就调了那个，就把那个白平衡是吧？把白平衡调蓝了一点，好好看哦，这色调。有时候冷一点会更像质感，有质感。对，它残酷一点看起来。对。哎呦！你们这些都没看过的是吧？对，没看过。我看过，我通配的时候看过，但是我没看过调色版。你是原版是吧？对，颜色一调就感觉不一样。你真的好帅啊！感觉一拳击飞蛾子不在话下。你小心点。掉马了，这真的是掉马。提着衣裳又来了。提着衣裳来。大家不会觉得常玉笨笨的吧？为什么呀？很可爱啊。没有，就觉得一直没有发现玩火的身份。救命啊！这个 BGM 太贴了，这 BGM。这其实是小说里面非常高冷的一个戏。对。完了，真是非常封神的一场戏啊！首先问一下常玉，为什么这里一看到谢钟拔腿就跑了呢？能说啥呀？气的吧？不气，但是能说啥呀？气跑。他也不是跑，他就是想离这个人远一点，离武安峰远一点，就一时信息素涌入我的大脑。对，这毕竟欺骗了他嘛，也算是就是没告诉他实话。其实这个可能是对彼此太信任了。对啊。一下子有点难以接受，对吧？那谢钟有没有非常后悔没有早点坦白自己的身份呢？当然后悔，而且我觉得谢征在前面无数次肯定想过是想跟他坦白他的身份，但是没办法，因为他真的害怕他的身份坦白之后，第一个樊长玉会跟他会有误会，第二个就是我的身份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对，就还是担心他吧，但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怎么说呢？这个事儿，那有设想过什么时候坦白吗？
谢真的目的，谢真的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查清楚自己的。咋了？其实我觉得，我又来了。其实我觉得他在军营里面见到樊长玉的时候是个意外。就是他没想过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就可能他的自己内心的剧本应该是去打完仗了，我真处理完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死，我就会去找他。这个是他自己编好的剧本，但是一旦有人过来打破了这个剧本的时候，束手无策。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是蒙着的，然后忽然之间又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满足感，他又不敢再去挪动半下来去打断这个他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这个瞬间，就是这个人其实没那么清醒，我觉得那个时候。那如果是林鹤本人的话，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坦白呢？如果是我自己，我是好难这事儿。我非常能理解谢征他为什么不告诉他，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事儿要做。我觉得肯定会有，就有些观众可能会很理解，有些观众可能会一点都不理解，是都有可能，这个就不好说了。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都玩红彤彤的戏。我立马告知所有人，十里相亲，往后来。被捡到的时候就立刻坦白是吗？哦，哎，我是王红。哎，我是王红。在戏里，谢征和常玉的感情在跌跌撞撞中前进。戏外，林鹤和小田都深受曾导轻传，那鹅就要考一考了。面对一些情感升温的时刻，究竟谁的表现会更惊艳呢？请两位现场演绎，由曾导来进行一下评判。同学聚会一起唱歌，灯光昏暗，你不小心喝到了隔壁 crush 的饮料，此时你会？我喝你的还是你喝我的？你可以拿这个，如果你要演的话，你拿这个，我就说，这是我的，然后此时你会说。我来是吧？对，来吧。行。好难。我们在唱歌。哎呀，好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重新来，看一下，再来一遍，声音来，不好意思啊。导演，我们正式开始啊，刚刚试戏。导演，很棒了，这大人。你小心点，你。好，来。这是我的。要不我请你出去喝一杯，怎么了？打分，快点，不要让我说。怎么了？不对吗？这个场合我觉得很合适啊。遇到了我的 crush， 同学聚会人又很多，是不是我们可以单独出去喝一杯？那鹅也给到一个夯吧。接下来到小田。但我想这个好难啊。好难，真的好难。耶，笑什么？啊，这是我的，此时我会说。怎么办啊？行不行啊？我真的不行。那可是你的 crush 呀！那曾导要不要帮帮小田？怎么办？曾导，你觉得我此时应该说什么？曾导默默抠抠脑壳。我本来想进电影院看戏，结果有人走过来跟我说：“哎，你要导戏哦。”我忽然间要工作了。那我就按自己的来吧。真拿来评判，来。
什么字叫干嘛？你觉得好笑？哎，又是你这为什么要笑场？再来一个，不好意思，实习是刚刚实习，再来一个。哎，那是我的饮料。曾导觉得小田的表现怎么样呀？结束两位憨憨的表演，我们的隐藏任务也到了结算时刻。请曾导先来猜测一下林鹤和小田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吧。有没有提示？那你在观察过程中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哪里不对劲？你为什么不对劲啊？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日常。我们一点都没有不对劲吗？一点都没有不对劲吗？行为动作。你们要不要提示一下完成了没有？我完成了，2个人要同时完成，一起完成的。他们经常在一边偷偷摸摸搞小动作呢。对啊，对啊。你不会是偷偷的去做什么动作之类的是吧？对，是的。是什么动作呢？比心。没有其他的选择吗？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你啥时候看到的？您确定哈，曾导？你这么一说，我肯定确定啊。你确定吗？那他什么时候看到的？真的。来，你们自己公布吧。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哇，我好厉害呀！你有看到这3个动作吗？你没有吧？这是你猜的，是不是？我看到他做了一半，但是他没做。都怪你！都怪我！都怪你！但是我，哇！你们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半天，这怎么能猜得到？结果这么容易都猜到了，而且猜好准啊！恭喜曾导猜对了，那你们俩就要接受一个惩罚喽，请一起给竹玉的剧粉们饭撒一下吧。那要干嘛？那换其他的方式比心呗。可以啊。还有啥方式？鼻孔比心。鼻孔？不要！什么叫鼻孔比心？我好想看的，忽然间。要不要挑战一下这个高难度比心？行，试试。哪只手啊？哦，这样的，这样。啊，这样是吧？好的，大家都收到了。尽管鹅非常的不舍，但是听说曾导还在现场拍摄，就被我们及时的拉过来了。及时的拉过来，差点把这个话说出来。我等一下还得回去。是的，因为曾导还有工作安排，只能先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各位，拜拜。期待曾导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拜拜，曾导，拜拜。接下来看看谢征和常玉是如何说开误会、坦诚心意的吧。夫人不见了，这是夫人正内发现的一封留书。谢九，备马。是。韩成玉，你为何宁愿留书出走，也不愿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愿意喜欢我？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想清楚了，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真，我都喜欢。这其实就是我们俩越来越成熟的感情观。哪有哄你？竟然是我家沙发。其实那日很想着跟你一刀两断，但听你说起在临安的点点滴滴，我又不是石头做的。眼下有一事，我要去救芊芊。这样，那时候拍的日子暖和吗？让我帮你去循环。是什么季节啊？雨芊芊，几月份啊？我替你。春天， 3月份。春天，对，不冷不热。那现在也是3月份，喜欢你，拍了1年了。正好1年。但我不能余生都依赖你。你的杀猪刀已经不能用了，我用它重新回炉锻造，打造出了这把双刀。也没正经送过你礼物，这把双刀正适合你。第2个手工礼物啦。然后这把刀铸刀过程还挺，你们看过了吗？我都看过了。啊，我拍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最后呈现出来是怎么样的。是挺热血的，但常玉表示不理解。你有病吧？是吧？我跟他有一样的感受。真是画本看多了，以为我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再有下次，我买180把刀，让你慢慢砍，手臂不够，屁股来凑。向来心直口快的常玉，为什么这次没有当面说清楚，只留下一封信就不告而别了呢？我觉得常玉是觉得他面对2个人现实身份的差异，他会选择先去追寻自己想做的事情。常玉还是很有主体性的，要先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是他有更紧急的事情要做。那林鹤觉得呢？常玉身上有哪些特质是你非常想拥有的吗？其实我挺喜欢樊常玉的那种，老娘就是最厉害的，老娘认为对的事儿，其他人都别来干涉我这种性格。其实也是戏里边谢真喜欢樊常玉的一点，他就是有担当、有主见，然后也有自己的一腔热血，而且还懂谢真嘛。那常玉发现谢真胳膊受伤的时候，谢真嘴上说：“哎呀，没有啦。”但其实内心想的是什么呀？肯定很开心啊，就是他会这么担心我，会想着快看吗？也没有你那么夸张了吧？但是你一直在伤啊。是我一直在伤，但是你在军营也在伤，是不是？装的。看到你担心我，我也会开心，就是那种感觉，也没他说的那么夸张，但是会有。对。我们能看到谢真总是在跟常玉示弱，这是谢真追妻的小心思吗？这话被你们这么赤裸裸说出来，就有点，这是一种小的手段，但是本质上其实就是刚才的伤，其实被他看见也会担心他会不会担心我。常玉也很吃这一套吧？常玉不在的时候。常玉在的时候，你怎么吐血了？你就这么想跟我和离吗？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结束所有事情后回到西故乡的2人吧。老头子，你听，有人，大叔大娘，常玉回来了。大叔大娘，黑了瘦了，你这孩子你受苦。回来好啊。干娘干爹，我全护真回来了，以后会孝顺爹和娘，再也不分开了。我也是要孝敬你们。常玉，这地方真的是很有归属感。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琢磨，承载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希望2老可以成全。我们俩哪有这福报呢？不走了，不走就好啊，不分开了，孩子，咱再也不分开了。大叔、大娘，我们回来了。大叔、大娘，我们全部都回来了，今后我们一起伺候你们2老。哎呀，
这里是不是前期拍的呀？不是，其实是拍过了我们这个临安镇的前面的很多戏之后，在这个景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的这个戏。那战场戏呢？也拍完了那个戏，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最后，还挺有意义。真不错。哎呦，哎呦！谢将军，若有危险，躲我身后。都2个孩子的娘了，成熟一点吧。那便万事小心。说实话，我更喜欢前面，我看有点羞耻。田归来。大结局也看完了。那如果像彩蛋中没有17年前的锦州之乱的话，谢征和常玉的故事会是怎么样展开的呢？没有17年前的锦州之乱，就最美好的来呗。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双双陷入爱河。这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是，不会有这些东西了。竹玉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两位觉得这2个角色有分别给你们带来什么改变吗？在回看这个戏的时候，我能想到拍摄过程当中的很多点点滴滴，然后在自己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也被他那种氛围给温暖到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观众去看他，或者我作为演员去演他，我所收获到的东西。还有再一次治愈了你。对啊。给我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成为了一个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和有力量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以后也会一直希望自己的角色能给大家，哪怕很少的人，哪怕1个人，能够给他带来温暖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对，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大家都感受到了力量。节目的最后，请跟我们喜欢竹玉的朋友们做个告别吧。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竹玉的支持，也非常开心大家可以喜欢竹玉这个故事，期待我和小田儿后边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吧。谢谢各位这么久的陪伴。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那你一定是我们竹玉的忠实小观众。希望你的生活能够美好，也希望你以后能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带来今天震撼美味的节目，下次见吧。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那你一定是我们竹玉的忠实小观众。欢迎导演。导演 ，Hello， 好久不见，瘦这么多啊！天哪，好假！我们先拍一下剧照吧。OK。等下我们换个姿势。现在不能算哦，还没正式开始呢。拍完了吗？拍完了是吧？